节日送礼，这个怎么样？天猫惊喜盒，送礼物上天猫，有心意更有新意。天猫双弹礼预计邀请您收看《时差1万公里》。现在插播台风特别气象快讯。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数据，今年第9号台风鸿雁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，预计其外围环流将于今天傍晚开始影响我市。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未来72小时路程将迎来持续性风雨天气。市政部门已启动防汛防台3级响应。俗话说未雨绸缪，所以请各位听众提前做好相应的防灾准备。也在此温馨提示各位车主，如遇紧急情况，请先确保自身及家人的人身安全。今天怎么样啊？还行。怎么又吃上外卖了？不说今天第一天去公司上班要庆祝一下吗？我买了个蛋糕。来不及了，马上去直播了。直播？你直什么播啊？你不是回公司上班了吗？林畅说我这个小号播的特别好，粉丝粘性特别高，让我维持住。这白天上班，晚上在直播，你这24小时都包出去了呀？这不用晚放在这儿啊，我事业上升期，稍微支持一下我。那你留时间给我吗？我留了呀，我中午约你吃饭，你说你没空。哦，我没空。两口子同在一个屋檐下，还过出时差来了。那蛋糕放冰箱吧，我剥完了吃。行。你这吃完了吗？
别管，别说话了啊！我给你收了啊！别说话了。程峰那儿谈的怎么样了？谈妥了，人说了，无条件支持我。程曼这老婆真的是没得说，你想干什么她都支持你，还不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。你热身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最后一下，来了啊！来，哪儿开始？来，这个人接，这儿啊，这根线是吧？来，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老规矩啊，前面5米是终点，谁先到谁就输，输了就请吃串儿，不能停啊！插个兜儿也不行啊，装一代宗师是吧？走了，吴你来了，请客吃串儿吧你。你可真行，吃哪家？随你的便。今儿得喝点中了。你喝完你回去你怎么交代？我就说你惯我。好，那这样就都对完了。那我把修改好的合同打印出来，咱们今天就签。没问题，今天这个日子就适合签合同。等一下，我想了想，可以再加一条。傅博士，双11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妻子一起来直播间，这样可以增加你品牌故事的可信度，你觉得呢？可以啊，他也是个网红，也做直播，他叫张冉。回头我跟他商量商量。是他爱人粉丝量巨大，是那种就是特别红的那种网红。咱们这叫什么？就是强强联手啊，正好。这个恐怕不大合适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刚做了背调，你太太的公司跟我们是有竞争关系的，有利益冲突，肯定是不能合作的。再说这个也不在一个赛道上。我想起来了，他这个主播挺火的，他当时说了一个普通人就该不要脸，但是跟我们想打造的傅太太的那个人设差距有点大，恐怕不太适合你们的品牌形象。那就不一块儿上也无所谓，反正也是就是突发奇想嘛，那就是自个儿上呗。他真人其实他不是。对，他人其实特别好。还是要带的，不然的话，你跟别的品牌的区别在哪儿呢？做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不是万万姐，对待这一次合作，我们真的是很有诚意。你不能说因为这一件事情没谈拢，否定了我们之前所有谈好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备货了。傅博士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又没有说不上，总是有解决办法的嘛。想一想，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这也不光是为了我们直播间，也是为了你品牌的长久度来考虑的。具体这个两全其美是体现在哪个方面？直播嘛，真真假假的，谁在乎？重要的是，你们把货卖了，把品牌做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明白，什么呀？明白，我明白。放心吧，这个事儿我来安排。还是李总善解人意啊。那么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哦，好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品牌方要见。好，那不送了。好，你们先忙。你明白什么了？
人家说的还不明白吗？就是要再找一个人，扮演富太太跟你一块儿上直播。这是有大病吗？我自己有老婆，为什么要再找一个人扮演我老婆？人说了，张冉不行，那我也不行。我跟他们说不干了。你赶紧去！我告诉你，我砸锅卖铁600万我都凑齐了，你赶紧去，甭干。反正我600万花了，砸锅卖铁我真是，正好那点钱够赔人家违约金的。回去我就离，正好他也一直不看好我这事儿。我真无所谓，就我们家孩子可怜点儿，那么小的岁数，就得替父还债，也挺好，甭跟家待着了，提篮小麦十没扎，出去干活去吧。李道奇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不是在别人公司，我抽死你！哎呦，别动啊！这有什么的呀？啊？有什么的呀？你换个角度想啊，张冉人家就是干这个的。你就正常跟他说，你说工作需要，而且这边说了真真假假直播，张冉能不明白吗？他之前又说你什么白饭哥这那的，那不也是为了节目需要，像涨粉丝吗？他没有表演的成分吗？张冉肯定理解啊。而且东子，咱们千辛万苦都走到这一步了，对不对？你得识大体。你叹个毛线气！来这干嘛呀？感受环境，怎么样？没变化呀。没变化吗？那儿大哥狐猴，怎么样？活儿挺好。值班那大爷跟我说，这个狐猴馆的管理员小李不干了，要回老家。但是动物园现在没找到合适的人来替他，让他再顶几个星期。大哥还没明白，你这悟性真的绝了。在这儿工作好不好啊？比当清洁工强不强啊？最起码不用熬大夜了呀。而且狐猴你看看多简单啊，不可能再跑出去啊，像之前发生那样的事儿。那也不会轮到我，我一没经验，二没资历。我说你有资历，你就有资历，经验也很简单。现在我就将经验传授给你。海沈秘籍那套，全是绝学。抽空看一看就好。哎，这个就小李打招呼，李哥。哎，小可，笑。你好。问好。这么勉强吗？比哭都难看。我这人长得就勉强，而且，其实我没跟你说，我一个人在那儿干挺好。这园区人又多，饲养员又多，而且我不是特别舒服。好，你干嘛舒服呀？扫厕所舒服啊？真多余不开呀！你人就这样，什么事首先就选逃避。你这么怕人，你别做人了。你问题不小，真的。葛海洋，我告诉你，你能来这儿工作，资历、经验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和我爸的关系你是知道的，几乎就形同陌路了。我为了你这点事儿，我都动用他关系了，人脉。那我工作你找你爸干嘛呀？因为我想找你爸来着，我没找着。哎，葛海洋，哎。
外婆香小榨菜籽油，小时候的菜油香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哎，这怎么还穿上婚纱了？内定了？啊？您别逗我不乐了。瞅瞅这俩人，这2位今天都没来现场，但是我觉得从气质和学历上看，好像都还挺符合。不行不行，这 P 得太厉害了。哎，这整过了，咱不是说了吗？影响公司形象啊。是吗？哎，来，哎呦，你可来了，你找我啊？这干嘛呀？上回万万姐说完那个建议之后呢，我就把这个事儿跟邢总汇报了一下，邢总雷厉风行，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张罗起来了。我呢也知道你的配合度一定不会太高，所以1试2试都没叫你，今天是3试，也是终审。当然，最后这个人选肯定还是万万姐那边定。怎么着，你也自己看看吧。我看什么？什么看什么呀？未来的富太太们呀！瞅瞅吧，我们眼睛都快挑花了。别闹！干什么你？我坐下干嘛去呀？这原则问题。什么原则问题？这是工作，坐好。你知道我们为这工作费了多大劲吗？大家好，我叫 Mary， 身高1.64米，体重50公斤，目前是一个瑜伽老师。然后我的爱好是音乐和健身。那我的英语有8级，钢琴也有6级。如果我能成为富太太的话，相信会成为她很好的一个贤内助。大家好，我叫哈娜，身高1.68米，体重90斤，职业不知名小演员。本人觉得没有什么特殊出彩的技能，但是我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技能炉火纯青，特别是特殊场合、突发情况。请留步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比如说啊，有一天你晚上下班回家，很晚了，你突然发现客厅里，坐着一个鬼，那你怎么用鬼话去向他推荐我们这个产品呢？大家好，我叫魏球球，身高1.78米，体重114。大家好，我叫玉秀，小家碧玉，大家闺秀。大家好，我是比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相信我的个人资料你们已经初步看过了。我跟傅博士有着相似的海外生活经历，我想说，我的经历和能力都比在座的面试者更有优势胜任这份工作。你们可以叫我七七。那七七老师，如果让您用1句话来向没有使用过我们产品的用户推荐我们的产品，您会怎么说呢？用用您就知道了。我觉得关于产品的问题，那应该是副总的公司考虑的问题。那么我作为他的太太，一不过问他的工作，二不参与他的工作，这是作为富太太应该做的一份本职工作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傅立东，你是在报复我是吗？怎么是报复呢？李道奇跟万万姐签了合同，是万万姐非要做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万万姐非要怎么样，你就要怎么样是吗？大哥，你现在弄一个假太太过来，我算什么？我在你这算什么？演戏呀，那是假的呀。演着演真了怎么办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你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你心里清楚吧？你觉得我会同意，我就应该同意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尽力了。
我跟万万姐说我老婆也是个网红，我本来想着把你带到直播间去，多少还可以帮你引点流量。但人家万万姐说了，说你俩不是一公司，你是巨浪的，存在2个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哦，你的意思是我还给你拖后腿了？我现在是你事业上的绊脚石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我没这个意思，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？你就是这个意思呀。哦，我现在想要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，就那么难吗？之前你说白饭蛋糕的事儿，你就无所谓。前2天你直播的时候，为了带货，你把我当成生孩子的工具，你也无所谓。现在到我要工作了，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，就那么难吗？傅雨东，这是2码事，这能一样吗？我说你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你是我老公，对吗？就算网上的人想对你指指点点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你啊。但如果你弄了一个假太太，所有人都会默认我不是你太太，是吗？我说对吗？红你可正好吗？网上没有人谁知道我是谁，更不可能有人说知道我老婆是谁。那如果将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要攻击也是攻击那个人，跟你没关系，我是在保护你好吗？你真了不起，你这么为我考虑呢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不同意，我有权利不同意吗？费劲。傅雨东，我认为我们从加拿大你跟我回来，那行，我们说加拿大的事儿，好吧？之前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挺开心的，你说你要回国当网红，我支持你，可以，我俩一块儿回来。你知道我扛着多大的压力吗？回来之后我要考虑你的感受，考虑你爸的感受，你妈的感受，所有人的感受我都要顾虑。我每天在外面给人修东西，我说过一句话吗？我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消化了。现在李道奇为了这个事儿，把能压的全都给压上了，我能看着他不管吗？我听明白了，傅雨东，我以前以为你从加拿大跟我回来是真的打心眼里支持我，想挺我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你心里有一本小账，你一直在计算你付出了什么，你付出了什么，对吗？无所谓，既然你觉得任何人都比我重要，李道奇也好，万万姐也好，你公司也好，随便。我以前在你心里是你的全部，我现在发现我什么都不是，好吧？简单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你为什么要上升到？我没有上升，你想干嘛干嘛。我现在绝不会当你的绊脚石，所以你爱干嘛就干嘛吧，好吧？你喜欢干嘛就干嘛，我不会再打扰你，好吧？你也别打扰我，臭狗屎。副总、李总，我先忙了。刚才你那话说的确实有点过分了啊 ，Michael 脸上都挂不住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要是真跟我吵一架，这事儿也就算了，我就受不了那动不动说什么跟那阴阳怪气儿的，我听着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。哎，你是 CEO， 我是法定代表人，他一职业经理人，他跟谁呢？他跟这儿。行了，你别生气，啊！我不是真生气，故意给他立立威，而且我得让他把这话传到邢凯那儿去。邢凯又怎么了？他那老狐狸，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到现在1分钱没给我打，就等着我那钱先到账。那怎么样？有什么困难吗？我没困难，我就是那个程曼呢，不是弄了好多什么理财呀、基金呀这那的，我上午取去，人下午也不能给我呀，怎么着还得好几天，没事，放心，我这儿都好说。哎，困难的话你告诉我，我跟你一块儿想办法。行啊，那你要想帮帮我，要不你今儿晚上请我吃顿饭？晚上不行，张冉在家等我。嘿，那你刚才是说胡话，
虚情假意。你跟他是一类人，我跟你说，奸人你们都是。我说的困难不是这个困难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人说的对的话，咱得听；别人说的不对的话，没必要跟人硬刚。我有说，发现我有说，有说。傅叔，双11您逛商场，您就看那大 LED 屏啊，你就在那儿等一会儿，滚一会儿，滚一会儿，滚一会儿，东子就能滚出来。真的，东子滚出来。我们投广告了。东子演广告去了？是啊，他现在是我们的门面。哦，哎呦，这俩孩子真有出息啊！门面，一会儿好好庆祝庆祝啊！来俩菜，马上好。哎，完全不着急，真的，我就快饿死了。哎呀，快着呢！这孩子这……不是这么高兴，与东子一起来啊？东子是他是说一起来，他那个就那个本来都一块来了，但是突然给他打电话给他蹬走了，因为他现在不是门面吗？比我忙的脚不着地儿了，现在。他太忙了，太忙了。来了，庆祝吧！别饿死知道喽！我今儿陪您喝2杯。好，今天多喝几杯，多喝几杯，给你们祝贺。来，多喝几杯，来。会飞的小米，欢迎你来直播间，谢谢支持。啊，有吗？被你看出来了吗？确实有点累了，今天生活中出现一点小摩擦，很正常。跟姐夫吵架了吗？那两口子这不很正常吗？人嘛，尤其是这个两性关系，在这个婚姻、夫妻生活里面，一直保持很好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不太可能的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有时候一个婚姻关系里面，两个人，他其实很像是在银行里存钱，那些好的时候，经历的时候，你把它存在里面，等到不好的时候来了，你其实是要消耗那些好时候的。因为人在吵架的时候，他一上头那个瞬间，恨不得把你骂到五马分尸，他那个瞬间是想不起来你经历过的那些好时候的。谁都一样，等到你冷却下来，安静了，你想一想，那确实是你得用那些好时候来抵消啊，要不然怎么办呢？怎么继续下去呢？好的时候多享受享受，坏的时候多想想好的时候。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多想想好的时候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更容易快乐一点了。如果老被不好的事情缠绕，那你每天就是拉着一张脸，也老大不高兴，负面情绪很大，对谁都不好。回来啦！怎么了？心情这么好？拿着什么东西啊？礼物送给你。干嘛送我礼物啊？这是你最喜欢的牌子，以后不用海淘了，我就专卖店给你买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必须得庆祝一下。我们和万万姐双11的直播合同签了。签了？之前不是说资金缺口很大的吗？全部搞定了，我解决的。像你说的，学习到了。恭喜你！厉害吧？不知道我老公能搞定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妈炖的肉。哎，人家炖都炖了，我不拿回来，多伤心啊！知道，但你最近这么忙，你吃东西得注意点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好，那我去洗澡。好啊。你不去吗？洗碗。洗澡喽。你说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觉得到闭眼的那一刻才能有答案吧。我现在是不知道，那些坏情绪来了的时候，自己也没有很好的办法。
确实有的时候觉得很累，很疲惫。可是那些放声大笑的时光你也过过呀，对吗？那哪有好的都是你的，不好的全没有，这也不公平。所以很正常。我就不喝了，陈总。小酌一下。要不我怎么说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主播呢？哎呀，真不是。这么快就找到合适的人设了。我其实也不是想走那个怨妇路线，我其实也不是吐槽我老公的。没让你走犀利怨妇，你还是适合独立大女主。您不是说结婚了就不能走独立大女主路线了吗？离婚啊！现在离婚对女主播的加持特别好。不，张总，我昨天只是发生了一点事儿，我就是吐槽了一下，也没到那一步。冉姐，看到今天评论区大家多嗨了吧？姐姐独美，姐姐独美，姐姐独美，你就是天选离婚侠呀，可不能浪费了。我考虑考虑。什么时候跟白饭哥离婚？你们怎么这么盼着我离婚？乡亲们，盼我点好行吗？都别说了。可以呀，融入的不错呀。这你爸给我介绍的，我能不好好上班吗？那个，之前那天我说话也不太好听哈。嗨，我压根儿也没放心上。那什么，这就当我给你完成了第一个愿望吧。啊，别客气，我也没征求你意见，替你做主吧。你就当我是那个阿拉丁神灯吧。哎，你看过《加勒比海盗》吗？啊，那黑珍珠号，那上面不有只猴吗？咱们给他们弄艘船吧。行，这算第二个愿望呗。对啊，还有一只猴啊。你还真弄来一条船，服吗？服，哪儿弄的呀？海边捡的，咱一直没注意，多的是，报废的。你还真是灯神，你看出来了？别跟别人说，要不他们都找我。我其实就是希望你可以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。你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。以后咱们也不用夜班了，咱们可以多去录新影店里帮忙啊。我刚跟你说那是真的，我不信。明天把那个食材。他是我儿子，你骗我是我儿子。拜拜啊，拜拜。呀，到。辛苦了。好，拜拜。哎呀，看我们小豆多乖。今天有那么多人都那么喜欢我们小豆啊，
太可爱。不行，干脆给你留下吧，行吗？嗯，给你当个吉祥物，我看他还挺能给你招财的。可太阳白天上班呢，就绕个路给他送过来；晚上下班呢，就绕个路来接你。留下吗，小豆？喜欢姐姐吗？喜欢吗？你找个女朋友。笑了，喜欢，行，留下来。好吧，那以后你就跟我在这儿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让你爸爸下班了就过来看你。我听见了。现在留着呗。你们要是周末有空，过来帮我忙活呗。还犹豫？白忙啊，谁周末没事儿？我包豪华版员工夜宵怎么样？我们俩上一周班，然后周末给你打杂，就混一顿麻辣烫，你纯奸商啊！俺来不来？爱来，得来，对吧，可黑哥？到家都得来。你别喂他吃那些了，吃的狗粮都不吃。小豆在我店里帮了那么多忙，让我赚了那么多钱，我奖励他一下应该的。哦，吃吧。生意兴隆呗，卢老板。怎么样？美梦成真，成功的涉足这个餐饮界，感觉怎么样？还真像做梦一样。哎，我现在一想，咱们在加拿大那会儿，就感觉是上辈子的事儿。我在加拿大那会儿，花那么多钱买那些道具，还弄了一个 LED 屏，就是花钱买理想，把大家聚在一块儿，想想挺傻的。我觉得不傻，理想就是不能用钱衡量的。你说的对，但是那会儿咱们的理想好像有点傻，你记得吗？好迷茫啊，我！你在这演，我不知这是哪里，我将何去何从？你记得吗？那个梁老板，他都多惨了，他还陪你在这一个晨曦，拿那个大石头，太傻了。还有那个知其不可奈何，若安之如命。但我支持你，葛太阳，你是对的。我有一阵子特别想看星星，巨想，然后我就买张机票去了，新西兰住2个月。哇，那个星空太震撼了！你感觉那整片星空离你非常近，然后那些星星又闪又密，我觉得美爆炸了。如果有银河的话，我认为那个时候我面前的画面就是银河，就是那样。哎呦，银河 ，Fran， 你这生活呀，要是给我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这坐个飞机特意去看星星，你这是真行啊！有了这个生活，你就知道了。陆静说：“你们这种奢侈的生活，我们凡人理解不了。”给我看羊，你别学我，烦人。其实我觉得，很多的时候，所谓的理想，或者是愿望，真的可能不用钱。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拍我们鹿城海边那个日出，哇，也很美。你在鹿城看过日出吗？你呢？嗯。你看，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看过日出，对吧？反而在家乡没看过，说不过去。我陪你去。走。走啊！走啊！迈开腿啊！抬腿。动啊！你们两个。动啊！走啊！风一出来啊！快点儿！追他，棒棒糖！超越啦！
让这照片给骗了。那不是这样的，这什么呀，黑不隆咚的，硌屁股还容易崴脚。你等会儿日出要不震撼，我都有点对不起你们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之前有个作家说过，就是说人这一辈子，不是就活这一辈子，也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，而是活那几个瞬间。这个作家不用看了，他姓陆吧，这么矫情。烦。喝酒了。我在加拿大待了10年。然后这个时间快要占据我人生中1半的时间了，但是有几个瞬间，我也很想离开路程。其实我对没什么情感，有时候我看一些名人采访，他们说对故乡有很大的感情，我不能理解。直到这次回来，我好像在重新建立了起来。你什么时候出国的？还真不是卖关子，我是有点记不清了。太早了，我出去的时候很小。你说你在外面的时间占据你人生的1半，我感觉我都是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人生了。傻逼西，傻逼西，很像骂人的话。表开阳，这是一句日语，是寂寞的意思。傻逼西，特别傻逼西。干杯！敬自己呗，来。敬命运，敬太阳。太阳什么时候出来？就快了，相信我。锁定那个方向，锁定那座山，就是那儿。就在那儿啊！青草在扛着我找你，云朵很清楚就要掉到水里，只怕风声有夜里，雨要足够不敢拉起，呼吸没停止找你。故事里月亮里有你，穿过穿不透的狐狸山里，岸边脚印串串，只一人行，只一人行，水清滴答滴答有道理。若我只是找你，这个
着容易，时针圈圈走，时差没道理伤元气。若你只是躲避，伤了此生，凉了心意。花圆圈圆，圈出旧日里好记忆。若我猜出影子，玻璃重叠，重叠玻璃，终于在冬天，在雾里见了你。不伤就离，若我喝到这里，庸人一饮而尽，宫阙门